欧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两位华人预言家2024预言。我们已经迎来了2024年，所以不少预言家呢都对这一年有着各种各样的预言。最近呢，有两位华人的预言家很是出名，一个呢讲到今年的下半年将要发生的大事，一个呢讲到未来呢将会发生的大事。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两位华人预言家对2024年的预言。第一位华人预言家呢，他对2024年做出了预言，他讲出了很多灾难会发生，并详细的对日本呢做出了预测。那么他究竟做出了什么预言呢？很多人说20年的疫情印度神童阿南德呢，在19年8月就提前预言了，但是全部都没有说到具体发生的时间嘛。反观华人的预言家全朗呢，在19年的9月呢，在电视台采访中直接就说出在20年呢会有瘟疫的发生，而且是带有传染性的。然后又说出了疫情呢将会导致经济和生活的负面影响，比阿南德具体了很多。当时的记者就问他说全朗呢，那你预测一下亚洲明年的经济走势会如何？全朗就说呢，我用风水走位观天象，发现2020年的亚洲呢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首先2020年呢会有瘟疫的出现，而这个瘟疫呢又十分的严重，会出现不同的人员伤亡，再加上政局不稳定呢，给亚洲的经济产生了更多负面的东西。所以2020年的经济呢是全方位的受到影响，尤其是旅游业、餐饮业、地产、股票、金融、房价呢都会全面的下调，很多人会失业，经济不好，很多公司呢会在2020年的经济低迷的时候清盘结业，基本上很多人2020年会破大财，而亚洲市场呢会特别的差，会有类似于当年金融风暴的出现，会严重的下跌，很多股票市场呢是不理想的，因为受很多环境因素影响呢，经济不行嘛。那说了那么多呢，这个全朗到底是谁呢？全朗是玄学界的一名杰出人物，以其非凡的才华和深厚的传承呢，成为了玄学界的一个代表。他有洞察世事的独特能力广受赞誉。他说他是茅山派教祖呢张五郎的后裔，继承了家族玄学的传承。他的祖爷爷祖籍是四川的，是茅山派开派祖师呢张五郎的嫡孙女。从小呢受到了严苛的训练，学习了祖传法术。年轻的时候呢，全家定居于香港，大学学的是理科专业，最后拿到了硕士学位。从小除了主修祖传的这个法术之外呢，还修了佛学，是福慧双修的一个人。他有一种可以通过术数和观天象呢，测算出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能力，被誉为神准七公主。因为全朗的外公呢是台大的高材生和政界的要人，所以这份家世背景呢，为他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他在香港呢，以其精准的预测能力和术数的精准来堪称。在2019年呢，他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精准预测了2020年的疫情。那这一预言验证了之后呢，使他名声大噪。他在21年的8月呢，点名预言英国呢会诞生第3任女首相。结果在22年的9月呢，英国女首相卓慧思新上任，得到了应验。那在2022年的7月呢，当时已经预言俄乌冲突在2022年呢不会结束，还要继续延续到2023年。在23年呢，乌国会更加的困难，目前呢也已经应验了。在24年的3月呢，他再次预言俄乌冲突还是不会结束，还会愈演愈烈，还会延续到25年。在25年呢，他说双方呢都损失惨重。那在2023年呢，他创下了123个预言全部应验的一个记录，成为了全港焦点的人物。那么以下呢，就是全朗对2024年的一个预言。全朗对2024年呢做出了很多预言，其中呢我们挑出一些比较大的事件罗列了一下。他就预言呢2024年美国和亚洲东部、日本都有地震。目前日本已经发生了2起6级以上地震。另外呢4月3日在亚洲东部的海域发生了7.3级地震。但全朗呢最新预言又说亚洲东部在下半年呢还会有地震。另外呢，预言2024年的7月将会有海啸和地震呢在某国发生，但具体呢他没说。他还预言呢韩国下半年是一个是非不断的年份，因为那里的政局不安，民众游行，而且在军事上还比较活跃，会和他国呢进行军演合作的情况。卫生方面呢，韩国还要预防新的病毒的发生。在下半年呢，韩国的经济不容乐观，企业结业的增多。在下半年呢，火灾意外增多。另外还有强劲的大风灾带来严重的洪灾，让农作物受损严重，还有很多的房屋被水淹，以至于有人命的丧失。他还说2024年的日本呢政局不平静有首脑会换位，而日本的核污水呢会继续的排放，让多国呢继续的组团抗议。
在军事上呢，也一样比较活跃，会跟他国进行军事合作以及军演嘛。而在日本呢，还会有新的变种病毒的出现，所以在日本工作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他说日本呢，在下半年还会有地震发生，会达到8级，还有台风呢，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大水灾，使得日本损失惨重。这个危机会对整个日本岛呢造成大面积的灾难。此外呢，还有暴雨以及水灾呢。他看到了很多的房子和车子都淹没在了水中，很多的农作物呢也都被淹没，交通会瘫痪，停电等现象呢，通通都会发生。所以在日本的朋友们要特别的小心。在2024年呢，日本的股市不会一直的升，是大起大落的，是动荡的一年。全朗还说呢，美国呢在2024年呢天灾也特别多，有非常严重的水灾、旱灾，农业影响也是很大的，经济也有影响。龙卷风呢会很多，所到之处呢都会夷为平地，有8级以上的强台风、地震，也会有新的病毒呢让人感染。全朗就预言呢，特朗普将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而且美呢还会继续的支持俄乌冲突，老美还是会多方面的竞争以及制裁亚洲的贸易，使得关系紧张。全朗还说呢，美国2024年的股市波动会大起大落，高的时候很高，跌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要多方注意。接下来全朗还说今年的夏天到了嘛，我们大家都需要防止高温气候，这一次的高温气候会打破近年来的记录，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干旱，很多人会因为这一次的高温而中暑。到了年底呢，冬春两季呢则会很冷，很有可能会发生雪灾。这2种极端的气候呢，会对一些身体虚弱的人产生严重的影响，就很容易生病，所以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全朗还说呢，2024年到43年呢是属于9运，做什么行业好呢？他说这个9运当中有几个行业是特别的兴旺发达的。首先跟大家讲的就是网络。网络方面，一切与网络有关的任何一个行业的领域呢，都容易发财，商机无限。所以在下一个9运当中，网络领域呢将会给大家带来财富的。第二个呢，他说当然是电脑了，一切与电脑有关的硬件、软件呢都会发达，包括这方面的工厂人才等等都会获得成功。2024年呢，对于电脑的硬件、软件市场呢是非常大的。下一个9运当中他说自媒体会很兴旺，有五花八门的东西都会出现，精彩缤纷的内容也会出现，因此呢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商机。另外还有就是高科技产品，他说高科技产品在下个月当中也是非常销路大的，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大到不敢想象的一个行业。只要你生产各类高科技的产品呢，哪怕是一个微小的产品只要它是高科技的，就能够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另外他还说就是各类的小商品电器在下个月当中呢也是同样会兴旺的。当然了，他说的所有的行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要结合自己的命格以及专长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这样呢才会马到成功。那第2位华人的预言家就说中国古老的星象学中是有28星宿的，分为了4组，东边是青龙，西边呢是白虎，北边是朱雀，南边是玄武，每一方呢又有7个星宿。青龙的7颗星呢被誉为东方七宿，排列形状呢像是一条龙。当7星连珠的时候呢，就会发出红色的光芒，而光芒聚集的地方呢，恰好又在这个龙的嘴边，仿佛像是鲜血，就像是一条恶龙呢想要吞掉什么一样。而上一次我们看到7星连珠的时候呢，是在2000年前，西方的天空出现了7星连珠之后呢，意大利的庞贝城被火山吞没了。如今呢，他说7星再现。而这位华人预言家就说宇宙中有那么多的星体几乎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能量射向地球，这就使得许多对于这种能量有独特感应的人呢，会受到那一颗星体的影响。这些受到星体独特影响的人呢，要是按照古代星象学说的，那就是星宿下凡，而作恶多端的人呢，就是恶星下凡。他说其实7颗星呢，在地上呢，对应的正是生活在东方的7个恶人，正是这7个人呢，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摧毁了城市。所以说要摧毁一个城市呢，不一定是天灾，也可能是人祸。那讲出这些话的人呢，就是另一个华人预言家，叫倪匡了。倪匡呢，早在1969年呢，就预言了人工智能的出现。他说电脑呢，将会拥有自己的思想，50年之后呢，预言成真。很多人呢，都在用人工智能的 AI 代笔为自己写文章了，甚至有人还认为 AI 写的文章呢，比自己写的还精彩。他还预言说，最后人类会越来越依赖电脑，甚至把所有的知识呢都输入到电脑当中，所有的工作呢全部由机器人取代。
结果呢，电脑逐渐就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最后呢，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已经没有什么用了。然后呢，他们就会把空气当中的氧气呢换成二氧化碳，消灭人类。当然还有其他的生物都一并会被消灭的，只剩下少部分呢被作为玩具。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预言是不是倪匡给大家发出的一个警告，但是在40年之后的今天人类对于电脑还真的是越来越依赖的。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机器人会不会真的有一天操控掌握人类呢？甚至会毁灭人类呢？倪匡还有一个关于镜像宇宙的预言，他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呢是有边缘的，因为宇宙的边缘就是一面镜子，看起来就是一个黑色的星云。如果宇宙飞船能够通过它的话，就进入了镜子的另一面，那就是镜像宇宙了。我们和镜像宇宙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是你站在镜子面前，一个在镜子里面，一个在镜子外面，那里外其实都是你。我们抬一下手呢，镜子里面的也会抬一下手，看上去同时进行的，但实际上呢，这期间呢，它们其中是有时差的。因为光速太快呢，距离又太近，所以我们根本体察不到这个时间的差异。然而如果这两个镜像之间相互遥远的话，那么就等于镜子里的你呢，也抬一下手的时候，或许那一边要1万年以后才会抬手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地球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呢，会在镜像的宇宙中可能会在1万年以后，或者是1万年以前，它就已经发生过了。所以他就说呢，地球的未来呢，只是镜像宇宙当中的过去的历史而已。这段说法看上去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呢？不过这只是倪匡一个人的预言和遐想而已嘛。倪匡就说，人类之所以有进步呢，主要的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比如说很多家长会对自己的孩子有各种要求，那首要的要求就是听话，仿佛只要听话了呢，孩子就可以成长得很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嘛。很多时候听话的乖孩子呢，最后成长成了家长渴望的模型，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并非是好事儿。不听话或许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成长的可能性。那说了那么多，倪匡到底是谁呢？他是一位科学家吗？不是的。其实倪匡呢，连高中都没有上完。他是1957年在香港的联合书院在新闻系学习写作的。他做过工人、校对、编辑，自学成才，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写作面十分的广泛，小说呢包括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各种。他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之后就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他写小说呢根本是不打草稿的，一下笔呢故事就有了。曾经有人问过他说你怎么能写得出来这些东西的？倪匡就说呢，灵感和知识都是自己跑到脑子里的，就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下载来的，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花时间去编剧情。其实他的这种能力呢就叫做天目。那修行的人就认为呢，天目就可以跟天地沟通。这也揭示了倪匡为什么能够写出来很多未来发生的事情。同样有这种能力的人还有尼古拉特斯拉，我们之前讲过，他光是记录在案的发明专利就有1000多项，平均每不到20天呢就可以发明一个物品。那特斯拉在他的自传中就说呢，他小的时候就可以记下整本书的内容。那看书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每一页的文字像照相机一样都照下来，然后储存在大脑的记忆之中。这也是一种超能力嘛，叫做影像记忆。有的时候呢，他还说他眼前就会出现影像，这些东西详细的结构就会出现在他眼前，然后用意念呢让结构呢转动起来。如果这个结构转动的不通顺呢，就表明设计有问题。他会在这个大脑里呢来更改设计，直到成功运作为止，再把这个设计的结构给画出来。那么这个新的发明就这样设计成功了。有些别人可能要耗尽心血的发明呢，在特斯拉的手里呢就特别容易设计出来。所以倪匡还说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至极，不知道如何才能下台的事呢，在其他人看来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比如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太在意他人的看法，其实在他人的眼中呢，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绝大多数呢，自己认为没有面子至极不知道如何下台的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呢，根本就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做人不必要太在意他人的看法，要为自己而活。如此呢，我们的人生才能够飞得更高，行得更远嘛。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账号看更多后续内容哦。